每天我们的唇齿之间都在吞吐同一个词：世界，全世界人民走向世界，改变世界。这个词已经普通到我们彻底忘记了它的来历。它是一个翻译词，源自古印度的语言体系，传到中国后被当时的译经师精准捕捉，他们对这两个字进行了精妙的拆解与重组。世指的是时间的流转，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千流界指的是空间的划界，东西南北上下十方方位。当世与界合二为一，时空交织，便构成了我们对存在的全部想象框架。文献记载，梵文 Loka Dhatu 在汉译佛经中被译为世界，取其三世十方之意。一个词里藏着古人对宇宙最深的理解，世界就是在时间之流中展开的空间剧场。人类对世界的定义从未固定过，它随着认知的边界不断被重塑。古罗马人认为，世界就是地中海周边那一片狭长的海岸线，东到小亚细亚，南到北非，北至高卢，地中海就是世界的中心，因为所有的文明都围着它转，这是他们的真实，建立在有限航海范围上的局部认知。中世纪欧洲人相信大地是平坦的圆盘，耶路撒冷在正中央上方是水晶天穹，星辰镶嵌其上，天使与上帝居于天外。这是他们的真实建立在教义权威之上的模型。中国古代认为天圆地方，大地是方的，天像盖子一样罩在上面，这是我们的真实，建立在日常生活经验上的朴素直观。每一种世界定义都带着时代的烙印，也带着认知边界的阴影。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图景是终极版本，每一次认知边界的突破都伴随着一次常识的死亡与重生。小时候看地图，觉得地球已经够大了，后来知道太阳系更大，太阳直径约139万公里，是地球的109倍，可以装下130万个地球。再后来知道银河系更大，直径约10万光年，包含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太阳系只是位于它一条悬臂边缘的一粒尘。再后来知道可观测宇宙，直径约930亿光年，银河系只是其中约2万亿个星系中的一个。人类的视野一直在向外推，每一次推远都伴随着旧常识的崩塌。哥白尼告诉我们，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它只是绕太阳运行的一颗行星。这听起来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修正，但在当时，它是整个人类自我认知的惊天动地改变。我们不再是舞台中央的主角。牛顿告诉我们，引力无处不在，苹果落地和月球绕地是同一个法则在起作用。宇宙不是上帝随手拨弄的魔方，它是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可以用数学语言来描述。爱因斯坦告诉我们，时空可以弯曲，引力不是力，是质量对时空结构的扭曲。光在大质量天体附近会拐弯，时间在强引力场中会变慢。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崩塌了，科学史就是一部不断自我推翻的历史。每一次更接近真相，都会留下新的未解之谜。我们以为站在地上就是站在全局，其实我们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下看，看得越远越会发现自身的渺小。这种渺小感不是自卑，而是一种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对世界的完全认知，永远在路上，清醒地知道此时此刻我们认为的真理很可能是未来某个教科书上的过时模型。2500年前，没有望远镜，没有粒子加速器，没有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探测器，但东方有一批修行者坐在山林里，不抬头看星星，他们向内观察，他们观察意识的流动，念头如何升起，如何持续，如何消散，他们观察情绪的起落，喜从哪里来，悲往哪里去，贪与嗔的机制是什么，他们观察生命与环境如何相互缠绕，吃一口食物对身心的影响，
呼吸一次空气对意识状态的改变，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肉眼所见的世界只是投影，真正支撑现实的是一套严密的因果网络。看得见的现象背后是看不见的运行法则。他们用一套极度复杂的模型去描述这套网络的运行规则。这套模型的名字就叫3000大千世界。很多人一听这个名字以为是神话，是古人拍脑袋想象出来的传说。如果你只是肤浅的扫一眼，确实很容易这么认为。须弥山、4大部洲、天界，这些词听起来和中土神话、希腊神话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你愿意拆开它的逻辑结构，你会发现它不是幻想，而是一套高度抽象的系统建模。它试图回答一个终极问题：如果时间没有起点，空间没有尽头，生命在无限的维度里如何分布？运转的法则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比较谁先谁后，也不是证明古代是否领先现代，那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叙事，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要做的是把两套相隔2500年的认知体系，佛教的宇宙模型与现代科学的宇宙学放在同一张桌上，看看它们在哪个节点相遇，在哪个节点分叉，在哪个节点互相印证。当你读完这篇内容，你可能会重新理解一个词：现实。现实不只是你眼前的屏幕，不只是你脚下的土地，也不只是你用仪器测量出的数据。现实是一套多层嵌套的结构。我们活在最表层，可以被感知、被测量、被验证的物质层面，在更深的层面，因果律层面、意识层面、能量层面，还有更底层的规则在运作。了解它，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为了在看世界时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执念。接下来，让我们真正走进那个古老的宇宙图景，看看在佛陀的目光中，世界究竟长什么样。传统体系，一套立体的宇宙拓扑学基石，小世界佛教。宇宙观的第一块基石叫小世界。注意，小世界不是指它面积小，而是指它是一个完整的自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一切要素，山海陆天日月生命相互咬合，形成一个闭环生态。这套系统的中心是一座巨大的山，名为须弥山。经典中对须弥山的描述是它的高度远超人类想象，深入海底8万由旬，露出海面也是8万由旬，一由旬约合7至11公里，8万由旬即约56万到88万公里，远超地球直径。山的四面由4种不同的宝石构成，东面是银色，南面是琉璃色，西面是红色，北面是金色。你可能会说，这太夸张了，地球物理层面不成立。是的，你说的对。须弥山在经典中被描述为世界的轴心，但不是物理意义的柱子，它是象征意义的重心和结构中心。万物围绕它运转气息，围绕它流转。它是一个坐标原点，是整个小世界拓扑结构的数学锚点。山的四周分布着4块大陆，称为4大部洲。东胜神州呈现半月形状，面积广大。据《长阿含经》记载，这里的人身形修长，身高约3肘半，约1.6米，面容端正，寿命约250岁。他们的社会结构较为简单，人们心地善良，少有争斗。南赡部洲呈现肩胛骨形状或车形，北宽南窄，这就是我们所在的地球。阿含经中讲，南赡部洲的人寿命不定，在10岁至8万岁之间波动众生，善恶混杂，有苦有乐。正因如此，这里的修行因缘最为殊胜，因为苦乐交替，更容易生起出离心和精进心。犀牛霍州呈圆形，以牛和珍宝作为贸易媒介闻名。这里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富足，人寿约500岁，身形高大。但佛法经典认为，这里的福报过大，反而不易修行。北俱泸州呈正四方形，气候宜人，四季如春。这里的人寿命长达1000岁，
没有私有财产概念，不执着于家庭和占有，但同样被认为福报过剩，缺乏修行动力。4块陆地之间被一圈浩瀚的大海环绕，海上还分布着层层叠叠的山脉，9山8海的交错结构如同心圆一般向外展开。9山分别是须弥山、持双山、持轴山、旦木山、单剑山、马尔山、障碍山、持地山、铁围山，它们之间是8层海水，充满了8种不同的功德水，清凉甘美，清软润泽安和，除饥渴，长养诸根。这是古代印度宇宙观里对宏观生态的极致想象。山海交错，层次分明，如同把一座巨大的生态系统模型精确地层层叠加。再看天体的运行，太阳和月亮沿着固定的轨道运行，它们绕的不是地球的赤道，而是绕着须弥山的中层山腰。当太阳运行到某部洲的上方，该部洲就是白天；当太阳绕到山体的另一面，该洲就是黑夜。这带来了昼夜交替与4季轮回。月亮则根据其运行轨迹形态的圆缺，形成阴晴圆缺的周期。你可以把这理解为一套天文模型，只是它的坐标系不是地球为中心，而是须弥山为中心。一切天文现象的规律，在这个坐标系内是自洽的往下。小世界的下方有坚固的地层，经典描述了金轮、水轮、风轮、空轮的4层地基结构，类似于现代地质学的地窖、地幔、地核的分层模型。风轮支撑水轮，水轮支撑金轮，金轮之上是大地。这与我们对地球内部结构的理解。地核以金属为主，地幔为溶态岩石，地壳为固态岩石。大气层存在结构上的同构性往上，是层层叠叠的天界。这些天界不是天堂乐园享受永生的神话。在佛教体系里，天界是不同振动频率的生命栖息地。它们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奖励，而是众生业力所感的居住环境。第1层至第6层属于欲界，这些天界的众生还有食欲、色欲、睡眠欲等感官欲望。4天王天居住在须弥山山腰，守护世界。天天在须弥山顶有天主地势为主，再往上是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每一层欲望的强度递减，喜乐的精微程度递增。第7层以上进入色界，这里已经没有粗重的欲望，众生以禅悦为食呼吸，变得微细，形体开始透明。色界分为4禅天，共18层，部分经论为17层或22层，每一层对应一种禅定境界的深浅。第8层以上进入无色界，这里没有物质形态，只有纯粹的意识流动，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飞翔。非飞翔处，众生以心识的形式存在，没有颜色，没有空间占据，只有意识层面的觉知。关键点来了，首先，佛教不讲神明创造世界，它讲众生共业所感。世界不是某个全能者设计出来的，而是所有生命的共同业力、集体行为、集体念头、集体惯性凝聚而成的环境共识。你是什么样的心念状态，就感着什么样的存在环境。其次，这引出一个极为深刻的原理：你当下的念头频率决定你所在的空间频率，频率相同的人会聚集在同一层法界。这在物理学的语言里类似于同频共振，频率不同的个体无法互相感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天人，不是他们不存在，是我们接收不到那个频段。就像你身边充斥着无线电波、无线网络信号、手机信号、广播信号，但你肉眼完全看不见。数量级与嵌套结构，从小世界往上是一种数学上的指数级跃迁。第1层小世界到小千世界，1000个小世界加上初禅天的辐射和覆盖影响，构成一个小千世界。这里已经脱离了单一星球或单一太阳系的概念，它相当于一个恒星系的集合体，一个在尺度上接近我们今天所说星系级别的结构。
第二层小千世界到中千世界，再往上1000个小千世界，覆盖2000天向上范围，构成一个中千世界。它的尺度大约相当于一个大型星系团，或我们今天说的本星系群级别。第三层中千世界到大千世界，再往上1000个中千世界，涵盖3禅天与4禅天的叠加态，构成一个大千世界。注意这里的计算方式，它是3个1000的连续立方，1000乘以1000等于100万，100万乘以1000等于10亿，所以一个大千世界包含10亿个小世界。为什么古籍里总写3000大千世界？很多人误以为3000是数字3的1000倍，错了3000，不是数字3，是3种尺度的统称，小千、中千、大千加起来统称为3000。这是一种方便说法，让人类大脑能够初步处理这个量级。而实际上，佛陀在《阿含经》等多部经典中明确指出，这还只是一个佛土的范围。在法界之中，如恒河沙数一般的大千世界，无量无边，不可计数。这不是夸张修辞，是基于推理的逻辑结论。如果时空无限，那么世界的数量必然无穷。现代天文学也走到了类似的类比结论。可观测，宇宙只是整个宇宙的一小部分，宇宙在更大尺度上可能是无限的。我们的可观测宇宙之外，可能还有无数个与我们类似的宇宙岛。宇宙的呼吸承住坏空。在佛教的宏大画卷中，每个大千世界都不是一块静止的石头，它在呼吸，在生长，在衰老，在消散。这个过程被经典精准地总结为4个字：成住坏空，以劫为时间单位。一劫约等于一个世界从形成到毁灭的完整周期，时间跨度极长，成劫世界的启动期。这是大千世界的创生阶段。经典描述了一个极为精彩的能量物质转化过程。虚空之中先出现风轮，这是最原始的动能势能能量波动。风轮的巨大旋转和摩擦力产生了热量，于是火轮出现。火轮的高温使得虚空中的微细粒子开始熔融聚合，随着冷却，这些熔融物质凝结为水轮液态的基础物质。水轮进一步沉淀固化，凝结为金轮或地轮，固态的大地之基。这套过程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描述了一个从能量到物质，从气态到液态，再到固态的自发演化链条。现代宇宙学中，大爆炸后最初的几微秒，宇宙是一团极端高温高密的粒子汤，随着温度下降，夸克结合成质子和中子，在冷却电子被捕或形成原子气体。云在引力下收缩，第一代恒星开始点燃核聚变，这同样是从能量到物质，从高温到凝固的叙事。成劫的后半段，世界进入形态分化阶段，山川河流浮现大气层，形成生命种子，从高层天界降落。清净的天人因业力感召，投生到刚刚形成的大地上，从光阴天色界某天下降。最初以禅月为食，身体发光，不食人间烟火。后来因贪住地位，尝到了地面的美味物质，身体逐渐沉重，光明消退，开始需要物质食物，于是演化出了粗重的肉身。这又是一个与现代演化论产生奇妙共鸣的描述。生命从轻灵到沉重的过程，与复杂生命需要物质基础的理论走向相似。注劫，世界的稳定期。注劫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日月正常运行，季节轮回有序，物种繁衍、演化、竞争、文明诞生、繁荣、衰亡、灾难偶尔发生，但整体维持动态平衡。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态，就像一个生态系统达到了顶级群落阶段。注劫的持续时间是最长的，经典中提到，注劫由20个小节构成，每个小节又分为减节和增节。减节时，人类寿命从8万岁逐渐减至10岁，代表道德与善业的退化；增节时再逐渐回升。20个小节循环完毕，注劫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经典对简洁的描述包含了战争、疾病、饥荒等小三灾，这正是对文明周期性崩溃的生动描写。坏劫世界的衰退期，秩序开始松动，进入衰退轨道，气候异常频发，生态开始瓦解，自然灾害呈阶梯式升级。首先是火灾大千世界，同时升起7个太阳，也就是高级的热量释放，江河湖泊干涸，草木燃烧殆尽，大火从欲界一直烧到出禅天，这是能量层面的清洗。接着是水灾，当火灾反复发生7次之后，第8次的世界坏灭由水来完成。滂沱大雨，海水倒灌淹没整个大千世界，一直淹至2禅天，这是物质层面的溶解。最后是风灾，水灾反复发生7次之后，第64次坏灭由风来完成。剧烈的风暴从世界底部升起，撕裂大气，将残留的物质结构吹散至3禅天，这是结构层面的彻底瓦解。坏劫的结论是3禅天以下，一切物质形态全部毁灭，只有4禅天及无色界不受影响，因为这些层面的存在已经超越物质形态。这套火灾、水灾、风灾的递进模式，某种程度上是对宇宙大尺度毁灭形式的分类学推演。热致死、溶解致死、撕裂致死涵盖了一切可能的物理终结机制。空劫世界的重置期，一切归零，回归到近乎真空的状态，没有声音，没有光线，没有运动，没有任何生命活动的痕迹，只剩下极微细的物质种子在虚空中漂浮，等待下一次成劫的因缘具足。经典对比了一个比喻，就像一捧灰被大风吹散，什么也没有留下，然后等待空劫，持续的时间与成劫相当，因缘再次成熟时，风轮再起，新的成劫启动，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请注意，佛教不提供末日审判的恐惧，没有永恒的惩罚，也没有永恒的救赎，它提供的是周期运行的客观规律，像潮汐一样，自然像季节一样，必然世界不是一次性的演出，而是无限循环的剧本。在这种宏大的视角下，人类的悲欢离合显得非常短暂，王朝的兴衰不过是一次呼吸的时间，技术的飞跃不过是筑节期的浪花，但这并不意味着虚无。恰恰相反，正因为知道万物终将消散，此刻的专注才显得无比珍贵。你当下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参与下一次城的建设，你释放的善意会留在系统的因果网络里，你制造的戾气会成为未来的障碍。因果不是惩罚，是惯性，就像扔出去的球，轨迹一旦形成，就很难中途改变。总结一套关于注意力和能量的管理学，3000大千世界的模型本质上是什么？它不是地理学教科书，也不是天文学数据手册，它是一套关于注意力与能量的管理学。它教你把眼光拉长，从几十年拉长到劫，从地球拉长到10亿小世界。它教你把心胸打开，从我的利益、我的家庭打开到一切众生。它教你放下执着，你知道一切都会进入空劫，所以不再紧抓不放。它教你把心力用在真正能积累的事物上，智慧、慈悲、善业，这些才是穿越成住坏空的种子。这套体系流传了2500年，经历过战乱，经历过灭佛，经历过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但它没有被淘汰，因为它触及了存在的底层代码。无论时代怎么变，生老病死、爱恨贪嗔、聚散离合，这些命题从未消失。只要人类还在追问我是谁，世界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3000大千世界的框架就会一直有效。接下来我们把镜头拉到现代，看看2000年后的科学家是否在同样的坐标上看到了相似的光。现代映照两套话语体系的交汇与分歧结构上的同构。当你翻开现代天文学教科书，那些枯燥的数据突然有了温度。我们曾经以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托勒密的地心说
统治了1500年。后来我们知道，太阳只是银河系悬臂上的一盏普通恒星。银河系也不是孤单的岛屿，它属于本星系群，包含大约80多个星系成员。本星系群又被束缚在室女座超星系团的引力网中，而室女座超星系团之上还有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跨度约5.2亿，光年包含约10万个星系。拉尼亚凯亚之上还有更大的纤维状结构，由暗物质和星系构成的宇宙网连接着巨大的空洞与地面，整张网横跨1000亿光年。现在我们把佛家的嵌套结构和现代天文学的结构做一次层面对应。佛教体系小世界，一须弥山加4大部洲加日月对应现代天文学。太阳系行星系统规模，佛教体系小千世界，1000倍小世界对应现代天文学银河系级别，包含1000亿颗恒星。佛教体系中千世界，1000倍小千世界，100万倍小世界对应现代天文学本星系群道氏女座超星系团级别大规模星系集群。佛教体系大千世界，1000倍中千世界，10亿倍小世界对应现代天文学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及以上超大规模宇宙结构。佛教体系无数大千世界，如恒河沙数对应现代天文学可观测宇宙以外的未知宇宙，多宇宙、无限宇宙，3层嵌套完全一致。古人没有卫星，没有射电望远镜，没有哈勃太空望远镜，没有韦伯红外线深空探测器，他们靠什么画出这张图？靠静坐内观，靠逻辑推演。听起来像奇迹，但如果仔细看他们的观察方法，会发现并非玄学。他们是把人体当作微型宇宙，把呼吸当作气流循环，把念头当作磁场扰动，然后向外放大，向内压缩，用的是同构映射法。身体里的经络像不像星系间的暗物质通道？心跳的节奏像不像宇宙的膨胀收缩频率？情绪的起伏像不像潮汐的涨落？一法含万法，万法归一法。这不是神秘主义，这是系统论的早期形态。现代科学也在走相似的路。粒子物理学家发现夸克内部有空隙，空隙里又有更小的振动。目前理论提出，宇宙由11个维度构成，我们只能感知3维空间加1维时间，剩下的维度蜷缩在普朗克尺度内，约1.6乘以10的-35次方米。你看，维度折叠的概念，在色界诸天对高维空间、欲界对低维物质的划分中，已经存在了雏形。意识频率决定了你能接入哪一层法界，这与量子力学中的观测者效应高度吻合。波函数坍缩需要观测介入，粒子的位置在被观测之前不具有确定性。你的注意力指向哪里，现实就在哪里显化。佛教说万法唯心造，不是让你唯我独尊，而是提醒你别忽略主观变量的权重。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决定了你体验到的世界质量。同样的环境，有人觉得绝望，有人看到转机，信息没变。变量在你科学也在逼近这个结论。神经科学证实，脑电波会影响基因表达正念冥想，能延缓端粒酶的缩短速度，也就是延缓细胞衰老。心理预期会影响疼痛阈值。身心本来就不是割裂的零件组合，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分歧。模型与测量。那么问题来了，古人画的图能代替现代测量吗？当然不能。佛教体系不提供精确到小数点后多少位的天文数据，它提供的是认知框架，告诉你天花板在哪里，告诉你边界之外还有边界，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局部模型等同于全部真实。现代天文学家估算可观测宇宙直径约930亿光年，包含约2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平均有数千亿颗恒星，而这只是可见部分，还有暗物质约占宇宙质能的27%，暗能量约占68%，
两者加在一起，占宇宙总智能的95%以上。我们根本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通过引力透镜效应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反推它们的存在。这就像盲人摸象，摸到耳朵以为是大扇子，摸到腿以为是大柱子。3000大千世界里的无量概念早就承认了这个事实，他不宣称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相，他只说真相远超感知极限。光速是目前已知最快的载体，光子跑了138亿年，才带着宇宙大爆炸的余温抵达地球。我们看到的宇宙其实是历史档案，离地球300亿光年的地方可能已经发生了毁灭或重生，但我们永远收不到信号。宇宙世界是一道单向玻璃，只能往外看，不能回头报信，这就带来了深刻的认知困境。我们以光速为尺丈量无限，结果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巨大的气泡里。气泡之内是已知，气泡之外是未知。佛教将这种困境称为无明之境，科学称之为暗区与世界之外。术语不同，指向相同，都在告诉我们人类的仪器再先进，也逃不出物理定律的笼子。我们能验证的永远只是截面，不是全貌真正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悲观，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开放。既然看不见，就保持好奇；既然测不准，就保持谦卑；既然会终结，就珍惜过程成住。坏空不是诅咒，是提醒资源会枯竭，技术会迭代，文明会迁移，没有什么能永恒驻留。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接受了无常，才能安住当下；拥抱了有限，才能创造意义。这就显现出了跨越2500年的古老智慧的真正价值。它不跟你抢实验数据，不试图用古代经典去反驳现代物理。它给你的是一个情绪锚点，一个认知护城河，让你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不被焦虑裹挟，让你在算法操控注意力的时代保持内核稳定，让你在被碎片化认知撕碎的边缘依然有一根串联一切的思考主线。你知道自己只是一粒尘埃，但这粒尘埃正在学习如何发光。你知道世界有一天会进入坏劫，但你不妨在今天，在注节期为当下种下一棵树，让它为未来的众生带来一片阴凉。科学与哲学本该同行，科学负责拓宽边界，哲学负责安放心灵，两者不该对立，而该同行。科学告诉你，宇宙大爆炸发生在138亿年前，温度从极高温冷却到现在大约2.725开尔文的微波背景辐射。哲学告诉你，起点之前的那里是不受时间空间概念约束的，就像空劫的语境。科学告诉你，神经递质调节着你的喜怒哀乐。哲学告诉你，超越了多巴胺的即时刺激，还有更深层的心安之路。从今天起，当你仰望夜空，不必只用望远镜去寻找答案，也可以试着闭上眼，听听内在的风声，感受思绪的潮汐。你会发现，外面的星系和你体内的细胞遵循着相似的韵律。振动频率对了，万事皆通；频率乱了，处处是堵。3000大千世界不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你的格局，照出你的局限，照出你本来的样子。结语每一步都算数，宇宙很大，人生很短，短到不够抱怨，短到足够改变。与其追问终点在哪里，不如走好脚下的这一步，每一步都算数，每一念都有回响。这也许就是2500年前佛陀在菩提树下那场无人知晓的默然对话中，留给今天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宇宙的压强没有尽头，但不妨碍你的呼吸可以在当下完成。你看，那片星空依然在旋转，而你已经知道它就是你心中的3000大千世界。附录进一步思考的路径。如果你对上述内容产生了兴趣，下面是一些值得继续深化的方向。第一，弦理论与法界观。
弦理论认为，基本粒子是不同振动模式的弦，不同频率产生不同粒子。法界观中心念频率决定境界的对应关系，值得深入研究。第二，全息宇宙假说。物理学家提出，宇宙可能是全息投影，二维面的信息编码出了三维空间的全部现象。这与万法唯心、心含万法的论点可做原理论比较。第三，时间箭头与成住坏空。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熵不可逆增加，世界的坏似乎不可避免。这与周期的空成住、坏空之间的回旋机制，是否在暗指某种有序无序再有序的超循环？第四意识与量子力学。冯诺依曼、魏格纳的意识导致波函数坍缩假说，虽非主流，但仍活跃于哲学物理的交叉领域。它与万法唯心之间的对话尚未最终定论。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这也正是探索的魅力所在。